Hello， 大家好，我是静。那今天的影片，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两天很多人讨论的800哥，也就是四川宜宾平山县的纺织厂纵火案。事件的起因一开始网传说是他所在的这个纺织工厂拖欠了他800块钱的工资啊，然后就导致了这个27岁的文某人就不满，然后就跑到工厂，就一把火把几个工厂房给烧了，而且烧完之后呢，还持刀把他们的财务雷某给捅了重伤啊。然后呢，目前呢，雷某是没有任何的生命危险啊，只是受伤而已。那这个事件呢，经过2、3天的发酵之后呢，在中共国的社交媒体上，一开始是引起了轩然大波的。可是中共国呢，以他一贯控制舆论、带风向的尿性呢，是迅速的把这个消息给控制住了，还处理了好几个一开始传播他这个放火案的这个发短视频的人啊，把他们抓出来处理了，说他们是在传播虚假信息啊。那一开始呢，网络上传播的是因为800块钱啊。那我这2天呢，也大概去了解了一下整个事件的经过。其实他这个金额不单单是800块钱，应该是5000多块钱的拖欠工资啊。那这个27岁的文某人呢，他是3月1号的时候到这个纺织厂去做一名普工。然后他到4月30号的时候呢，他就向他的公司提出了辞职啊。然后提出辞职后呢，他公司的财务和公司并没有立刻就是把他的工资结算给他，而是等到了4月15号，然后还是没有发工资给他啊，然后他就非常的不满呐。那于是乎他就在5月20号的时候就跑到工厂去，就心生报复啊，然后就一把火把这个工厂给烧了，然后也把他的财物捅成了重伤啊。那根据中共国网络上的信息显示呢，说被他烧毁的这个纺织厂的车间呢是耗资上亿的啊。那所以说呢，他这个纺织厂的老板呢是为了拖欠他这5000多块钱的工资呢，就因小失大了啊，然后就现在他整个车间都被他烧毁了啊。那事发之后呢，中共为了去控制和防止传播，或者是去防止其他被拖欠工资的中共国人去一一效仿他这样的行为啊，就是他在微博热搜上你是搜不到什么800哥啊，或者是持刀伤人事件呢，他只有一个四川宜宾纵火案啊，他没有任何的细节啊，他就是有意的去控制他这个信息的传播和舆论的发酵。那即使说他有意控制啊，还把几个人也抓起来处理了啊，可是呢，中共国的网友呢还是有讨论他这个事件啊。那我大概去看了一下中共国网络上的讨论，其实是有分2波舆论的风向的。那一波呢，是觉得这个放火人文某太过于极端了，就觉得他是一个张献忠，有反社会型人格，诸如此类的啊。那就是站在他这个纺织厂老板的立场去批判的这个27岁的文某人啊。可是呢，还有一小部分的中共国的网友呢，还是非常有同理心的，他们会觉得是老板有错在先啊，就是拖欠员工的工资啊。那一开始网络上传的800块钱，那很多人会觉得好奇，说仅仅800块钱没有必要去放火去杀人啊。但是呢，事实上不只是800块钱，是拖欠了5000多块钱，是他一整个月的工资都拖欠了啊。那所以说呢，他到最后他等了差不多1个月之后，他走投无路了。然后呢，他这个文某人的家庭情况也是非常贫寒的，他是有生病的父母，还有在读大学的弟弟妹妹啊，就是全家他是唯一的经济支柱、经济来源啊。那所以说，当他是唯一的经济来源的时候，他这5000多块钱，或者是就是一开始网传的800块钱的话，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这个金额可能对很多海外的华裔来说是不值得一提，真的是非常少的一个金额。可是对中共国的底层的人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等着这个钱去救命的，然后他就等着这个钱去开饭的。如果没有这个钱，他可能下一顿真的是要饿肚子的一个情况啊。那所以说他才会走了一个极端啊。那可能
大家都听过一句古话，叫做1文钱的可以逼倒一个英雄汉。因为当你山穷水尽的时候，真的是走投无路的时候，你被逼到一个死胡同的时候，你就会想一种就是大家一起死的这种想法啊。那文某呢，他肯定也是走投无路了，他整个思想都钻了牛角尖啊。那我还是非常的佩服他的，我佩服他的点并不是说我赞同他这种杀人放火的一个行为啊。那当然呢，杀人放火在任何的国家都是不允许的啊，都是错的，都是触犯法律的。我佩服他的点是在于，即使他在一个这样恶劣的情况下，就是他没有路可以走了，他觉得他要跟他这个纺织厂同归于尽的情况下，他并没有去拿起刀、拿起武器，去打劫、去偷抢其他的人、其他的弱者啊，就是比他还弱的，他只是要一个公平公正。他只是想拿回他自己应有的、他应得的钱而已啊，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的毛病的啊。还有其次就是呢，他也非常的有种的，非常非常的有种。他放火之后，他还去把他的财物雷某给捅了几刀啊。捅完之后呢，他并没有逃走，他就是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决心的。他就在放火的现场等着警察来，等警察一来了，他还主动的把双手奉上，让警察去铐他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有种、有担当的一个男性啊。可惜呢，他生错了国家啊，他生在中共国这样的地方。很多人会觉得他非常的极端，他戾气很重啊。那我就想来说一下，为什么说在中共国的人，他们普遍性戾气都很重，都非常的极端，遇到事情都尤为的歇斯底里的原因？那主要的原因其实还是在于中共，还是在于政府，还是在于他整个社会啊。就是说，首先是他的法律，他的法律是不作为的，他的法律是形同虚设的。我在我昨天的影片当中也讨论过，中共国的法律是欺负那些守规则的老实人的，他是为那些有钱人、有权人打掩护的。就是说，在中共国，他法律的天平是偏向那些有钱有权的，而不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去平等的对待全部的人的。所以说在中共国法律是形同虚设的。那这个文某人他为什么要走这样的极端，去这样同归于尽？因为他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了。那很多人会说，哎呀，你不用这么极端，你去投诉到劳动局去仲裁。我觉得这些人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特别是中共国的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因为他们自己也在那个大粪坑里面啊，他们只是落井下石，觉得这一次被铁拳的、被拖欠工资的不是他自己，所以说他觉得哎呀没有问题嘛，你这个太极端了，你不需要去走这个极端啊。但是中共国是你按法律程序，你不走极端，就没有人会鸟你的，没有人会理你的。这个社会就是这样运作的。所以说中共国人经过了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生态之后，他们都变得非常的极端，非常的歇斯底里，戾气也非常的重。因为他们遇到任何的小事，他们都要拼尽全身力气的、全身的精力的去呐喊、去反抗、去挣扎、去做一切他们可以做的行为，去保护自己的权益。因为只有这样子他才可能去保障自己的权益。很多时候即使你做了极端的事情，你也不一定能保障自己的权益的。就譬如说此次的文某人他才27岁而已花一样的年华现在你看他就是一个纵火案，然后他把他的财物还捅伤了那我看了一下中共国的相关的法律律师方面的分析，说他这一次的纵火案和伤人案，他可能会判10年以上，或者是无期徒刑。你看他这个判决是非常非常的重的那还有一些人会不明白，说他文某人他和他这个拖欠公司的纺织厂老板有怨气，
他想报复这个纺织厂。很多人批判他的原因是说，他为什么要去捅伤一个无辜的财务人员啊？那我觉得呢，可能批判的人还是不太懂中共国的这个运作模式啊。只要你在中共国和中共国的公司的财务和出纳打过交道的话，你都会知道，中共国的财务人员啊，就是很多公司的财务人员，他是非常的有权威性的，是有话语权的，他们的嘴脸也是非常的丑恶的，因为他们在公司里面是属于食物链顶端的人嘛，就是说他就相当于是老板的这个一条狗一样嘛，然后他是可以任意的去不尊重、去欺压、去侮辱下面的普通的员工的，因为财务大权是掌握在财务的手中的嘛。那所以说一个公司的财务，特别是在中共国啊，它是非常有权威性的啊。那我想他这个文某人他放的火之后，之所以会捅伤财务雷蒙，可能是因为他在辞职之后，他可能受到了财务的冷嘲热讽，然后就是故意的压着他的工资不退给他，然后就说有这个钱，按规定啊，你已经辞职了，公司已经批了，那你就应该立刻马上把这个余额就发给人家了，人家已经都辞职了，你还扣人家1个月工资，还扣了2个星期，是非常的不合情合理的啊。那所以说呢，我严重的怀疑啊，他这个拖欠工资啊，有一部分是这个财务的原因导致的，他就是故意的，不要发给你，我就要为难你一下，我就要看你挣扎，我就要看你吃不起饭，我就要整你啊，就是他可能有这样的过节啊，就是故意的要去见他雷某人，所以导致他心生仇恨啊。还有再来就是呢，据说他这个纺织厂的老板啊，已经是一个有前科的人了，他是经常有拖欠工资的前科啊。那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并不是说鼓励大家去做这种杀人放火的事情啊，去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去为自己维权，但是呢，这就是唯一的一个在中共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途径，没有任何途径呢。因为在中共国，你要按法律程序去走的话是没有办法的，是走不通的。我不知道有多少观众有听过10几20年前在中共国的荷兰啊，有一个老母亲，她为了去上访，她的儿子被人家给无故打死了，然后她就不停的去上访，然后去为她的孩子去要一个说法啊。然后他就不断的去上访，他们市里面上访，省里面上访，一直去上访都没有任何结果。上访的过程当中就反复的被工作人员给拦回去了，拒之门外了。到最后他想出来了一个绝杀啊，他居然就把自己死去的孩子的头给割下来，拿着这个头，拎着这个孩子的头到北京去上访。拿着这个人头去上访，因为他这个极端的行为啊，所以说后来当他去到北京的上访办的时候，他把这个人头一扔出来，当时把这些领导人都吓傻眼了。这个时候才会引起重视，才会有人去认真的去对待他这个事件啊。那这个四川宜宾的这个文某人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他就是走投无路之下的唯一的解决方式和一个应急的反应啊。那我大概去看了一下，文某人呢，他的家境贫寒之外呢，他也没有读过太多书，应该是初中就辍学的那种啊。那所以说，就是他这样。他没有太多的知识，也没有太多的认知，他的思想其实是非常容易走死胡同的，因为对他来说，这已经是绝境了啊！而且在中共国，他这个丛林社会当中，一个弱强食的社会当中，你是一个底层的话，那你在生活当中处处都是被人欺压的，因为他这个阶级啊，是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并不是说是最上面的去欺压下面的，而是每一层的人都对下面一层的人进行施压和剥削，就是任何一个比其他人要高一点的人，他都会想尽办法的去剥削去欺负比他低一点的人，并不是特别有钱的、特别有权的人才会欺负其他人，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丛林社会，他这个阶级化社会当中的一个
有罪的人，他们都不是无辜的，因为他们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去欺压下面的人，这就是中共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啊。我相信这个四川宜宾的这个纺织厂普工文某，他持刀伤人和放火这个事件，只是他人生当中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以他这样基层的身份，在中共国是处处都受到欺压，处处都被人家当作奴隶一样来对待，是没有半分的尊严，半分的人权的。所以说他在一个长期的这样的环境当中，充满了戾气和欺压，充满了羞辱的环境当中，他可能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活得像一个人，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由心的开心过，被尊重过啊。那所以说他这个戾气啊，是一直慢慢积累起来的，他到这个点上突然被点燃了，被触发了，他就爆发了啊。而且现在以中共国社会的环境和他这种弱强食相互伤害的这种生存环境啊，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多的，潜在的有报复社会心理的人是非常多的。那所以说呢，我也真的是想提醒一下在中共国的清醒的明白的人啊，就不要和你身边的人和任何陌生人起任何的争执，因为大家生活都特别的不容易，有很多的戾气，很多的怨言，很多的委屈啊。那这个时候可能一点点小事啊，可能真的会把一个人彻底的逼到崩溃或者做一些疯狂的事情啊。那再来就是呢，当这个事发之后呢，我看到中共国社交媒体上的众多网友的言论之后呢，我觉得很可悲。与此同时呢，我觉得中共国也没有救了我觉得大多数的中共国的人，他们真的是值得他们所承受的一切的苦难啊。就是很多人就是各种的冷嘲热讽、落井下石啊，然后把这个四川宜宾的文某叫做张献忠，或者是说他是咎由自取啊，就是很多这样的就是很多批评嘛，然后就觉得他太极端了啊。那我觉得呢，这些人呢，说这些话的人都是因为他自己还没有被逼到绝境，他自己暂时还没有被逼到绝境，所以说他才可以如此心安理得的落井下石啊。那如果有一天当这个铁拳，当这些不公在他身上发生的时候呢，他也会选择一样的方式啊，只是这个时机还未到啊。这也是为什么中共他这个邪教可以如此放肆的、夸张的去压迫、去剥削他们也没有站起来反抗，因为他们一直都是跪着的，他们已经习惯跪着了，因为从古至今跪了几千年的这个奴性是根深蒂固的，只要铁拳不砸到他们就可以幸灾乐祸、冷眼旁观的去取笑他人，就是典型的鲁迅先生笔下的阿 Q。就不仅让我想起了上个世纪二战时期的大屠杀，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的名言是这样说的啊：当初他们在屠杀工会人士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人士；后来他们屠杀共产党，我也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后来他们屠杀犹太人，我还是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是基督教徒。后来他们要杀我了，但已经没有人为我说话了，因为能说话的人都被他们杀光了。这就是中共国人普遍的一个心理，他们总是心存侥幸，觉得刀并没有架在他的脖子上，铁拳还没有砸到他啊。可是呢，他不知道的是，下一个就是他了。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一个民族和国家啊。OK，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